我认识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，去年夏天来中国重庆旅游，本来以为重庆和吉隆坡一样都是夏天，应该能适应，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自己还是太天真了。重庆的夏天温度高达40摄氏度，闷热到不行。他在重庆待了3天，每天都躲在空调房里不敢出门，一出门就觉得自己快要被烤熟了，身上的汗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流，衣服从来都没有干过。他说重庆的夏天比马来西亚的夏天还要热，还要难受。马来西亚的热是热的清爽，而重庆的热是热的粘稠，闷到喘不过气。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感受过这么难受的热，多弄多弄，下次再也不敢夏天来重庆啦。还有中国南方的梅雨季节，每年的3到4月天天下雨，下的人都快发霉了，真的太难受了啦。马来西亚虽然也经常下雨，但都是那种来得快去得快的雷阵雨，下完就凉快了。但中国南方的梅雨季节是那种连绵不断的小雨，一下就是10几天、几十天，天阴沉沉的，见不到太阳，衣服晾了1个星期还是湿乎乎的，墙壁会发霉，地面会打滑，连被子都觉得潮潮的，特别不舒服。那种感觉真的快要被逼疯了哦。有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春天来中国杭州旅游，刚好赶上梅雨季节。他说那几天他快要被逼疯了，衣服晾了1个星期还是湿乎乎的，他以为自己的衣服发霉了，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天气太潮湿了。他说在马来西亚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天气，每天都阴沉沉的，见不到太阳，心情都变得不好了，而且地面特别滑，他还差点摔倒好几次。他说下次春天来中国一定要先查一下是不是梅雨季节，要是梅雨季节就算给我钱我也不来了啦，多弄多弄真的扛不住。除了南方的闷热和梅雨季节，中国南方的冬天也很让我们马来西亚人崩溃。很多人都以为中国南方的冬天不冷，其实不然，中国南方的冬天是那种湿冷，虽然气温没有北方那么低，一般在0摄氏度以上，但那种冷是冷到骨头里的，比北方的干冷还要难受，真的太折磨人了啦。而且南方没有暖气，很多地方就连空调都没有暖风，或者空调的暖风根本不管用，所以很多马来西亚人来中国南方过冬都会被冻得瑟瑟发抖，连睡觉都睡不好哦。我那个在长沙读书的马来西亚留学生就经常吐槽长沙的冬天，他说长沙的冬天比他想象中还要冷，没有暖气，空调的暖风吹出来都是凉的，每天晚上睡觉都要裹着厚厚的被子，还要抱着暖水袋，就算这样还是觉得冷，有时候早上起来手脚都是冰凉的，连洗脸刷牙都需要很大的勇气。他说在马来西亚我从来没有穿过羽绒服、毛衣，来到长沙之后，羽绒服、毛衣、围巾、手套全都安排上了，就算这样还是觉得冷。我真的太佩服中国人了，能在这样的冬天正常生活、工作、学习，太厉害了。还有一个是非题，很多人都以为我们马来西亚人因为常年生活在高温环境下，所以都很怕热，来中国肯定受不了中国的夏天。这话哦，又错啦。其实很多马来西亚人不怕热，反而怕中国的冬天，而且我们觉得中国北方的夏天其实还挺舒服的，真的哦。因为中国北方的夏天虽然也很热，但都是干热，不是南方那种闷热，而且早晚温差大，早上和晚上都会比较凉爽，只要待在阴凉的地方就不会觉得太热。而且北方的夏天很少会有蚊子，这对于我们马来西亚人来说简直就是福音，太幸福了啦。我认识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，夏天来中国北京旅游，他说他觉得北京的夏天比马来西亚的夏天还要舒服。北京的夏天虽然中午很热，但早上和晚上都很凉爽，而且空气很干燥，不会觉得黏腻腻的，身上也不会总是湿乎乎的。最重要的是北京的夏天很少有蚊子，他再也不用被蚊子咬得满身是包了。他说在马来西亚夏天的时候蚊子特别多，就算喷了驱蚊水还是会被蚊子咬，晚上都睡不好觉。来到北京终于可以摆脱蚊子的困扰了，太幸福了啦， Very much 北京的夏天。
还有一些马来西亚人觉得中国新疆、青海的夏天特别舒服，那些地方海拔比较高，气温比较低，平均温度在20摄氏度左右，是避暑的好地方，真的太爽了啦！我们说，在马来西亚夏天的时候，每天都觉得很热、很烦躁。来到新疆、青海，不仅不热，还很凉爽，能看到美丽的草原、雪山、湖泊，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，简直就是人间天堂。下次还要来，多弄多弄，一定要多待几天。除了寒冷、干燥、闷热、梅雨季节，中国的温差也让我们马来西亚人很不适应。马来西亚的温差特别小，一天之内温差也就1-2度，所以我们马来西亚人从来不用考虑早上穿什么，中午穿什么，晚上穿什么，只要穿短袖短裤就够了，省事的很哦。但中国不一样，中国的温差特别大，尤其是北方和西部，早晚温差能达到10几度，甚至20几度。早上穿羽绒服，中午穿短袖，晚上又穿羽绒服，一天之内要换好几次衣服。很多马来西亚人都被这种温差搞得晕头转向，太麻烦了啦。我认识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去新疆旅游，早上起来天气很冷，他穿了一件羽绒服，结果到了中午太阳出来了，温度一下子升高了10几度，他又得把羽绒服脱掉，穿上短袖。到了晚上太阳落山了，温度又降了下来，他又得把羽绒服穿上，一天之内穿穿脱脱，折腾得不行。他说，在中国每天早上起来，第一件事不是刷牙洗脸，而是看天气预报，看看今天的温度，看看该穿什么衣服。有时候天气预报不准，还会穿错衣服，要么冻得瑟瑟发抖，要么热得满头大汗，太麻烦了啦！多弄多弄，中国的温差能不能温柔一点？还有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去云南旅游，早上起来穿了一件薄外套，结果到了中午温度升高，他觉得热，就把薄外套脱掉了。结果下午突然下起了雨，温度一下子降了下来，他没有带厚衣服，冻得浑身发抖，差点感冒了。他说，中国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，说变就变，前一秒还是晴天，后一秒就下雨，前一秒还是高温，后一秒就降温，真的太让人捉摸不透了。我真的适应不了，多弄多弄，下次来一定要带够衣服。讲到这儿，肯定有人要问了，既然中国的气候这么不适合你们马来西亚人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马来西亚人愿意来中国旅游呢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因为中国太大了，太好玩了，有太多不一样的风景、美食、文化。虽然气候不适应，虽然会被气候整惨，但这些都挡不住我们马来西亚人对中国的热爱。真的哦，很多马来西亚人来中国之前都知道中国的气候和马来西亚不一样，都知道自己可能会不适应，但我们还是愿意来，因为我们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去体验不一样的东西，去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。虽然会有不舒服，虽然会有崩溃，但这些都会成为旅行中最难忘的回忆。而且中国的美食和风景真的太有吸引力了，就算被气候整惨，也心甘情愿啦。而且很多马来西亚人来中国之后，虽然一开始不适应中国的气候，但慢慢的也会逐渐适应，甚至会爱上中国的气候，爱上中国的四季。我们说，虽然中国的冬天很冷，但能看到美丽的雪景，能感受到暖气的温暖。虽然中国的夏天很热，但能吃到美味的冰淇淋、西瓜，能感受到空调的凉爽。虽然中国的春天很潮湿，但能看到美丽的花朵，能感受到万物复苏的生机。虽然中国的秋天很干燥，但能看到金黄的落叶，能感受到丰收的喜悦。这些都是在马来西亚看不到的，真的太美好了啦！我那个在长沙读书的马来西亚留学生，一开始被长沙的湿冷逼到崩溃，甚至想过退学。但慢慢的，他也适应了长沙的气候，甚至爱上了长沙的冬天。他说，虽然长沙的冬天很冷，没有暖气，但能和朋友一起吃火锅、喝热汤、烤红薯，那种温暖是在马来西亚感受不到的。而且看到长沙的冬天飘着小雪，那种美景也是在马来西亚看不到的。我现在越来越喜欢长沙，越来越喜欢中国的冬天，多弄多弄，下次冬天还要留在长沙。还有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，
第一次来中国，被中国的气候整惨到怀疑人生，说下次再也不来了。结果回去之后没过多久，就又开始想念中国的美食、中国的风景，又买了机票再来中国。他说，中国就像一个有魔力的地方，虽然气候不适应，但就是让人忍不住想再来，哪怕每次来都会被气候整惨，也心甘情愿，太神奇了啦。其实无论是我们马来西亚人来中国旅游，还是中国人去马来西亚旅游，都会遇到不适应的地方，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毕竟两个国家有着不同的气候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生活习惯，但这些都不是问题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愿意互相了解、互相包容、互相尊重，愿意跨越山海去认识彼此，去亲近彼此，这样中马两国的乡亲才能越来越亲嘛。很多人都说马来西亚人来中国只爱去华人多的地方，只爱吃合胃口的饭菜，不习惯中国的气候。其实这些都是刻板印象啦。我们马来西亚人也爱去中国的各个地方，也爱尝试中国的各种美食。虽然很多人不习惯中国的气候，但我们还是愿意来中国，愿意感受中国的魅力，愿意和中国的朋友一起唠唠嗑、吃吃饭，增进感情哦。我觉得旅行的意义不仅仅是看风景、吃美食，更是看不同的世界，认识不同的人，感受不同的文化。我们马来西亚人来中国旅游，不仅能感受到中国的风土人情，还能感受到中国人的热情和善良。中国人去马来西亚旅游，也能感受到马来西亚的美丽和温暖，感受到我们马来西亚人的热情和友好。这样互相交流、互相学习，真的太好了。最后，我想说，虽然很多马来西亚人不习惯中国的气候，虽然我们来中国会被气候整惨，虽然我们来中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适应，但我相信，随着中马两国的交流越来越频繁，随着越来越多的马来西亚人来中国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去马来西亚，我们会越来越了解彼此，越来越包容彼此，我们之间的友谊也会越来越深厚，就像中国的长城一样坚不可摧，就像马来西亚的拉茶一样浓郁绵长啦。而且我也想对那些不习惯中国气候的马来西亚朋友说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慢慢适应中国的气候。虽然复杂多样，但也有它的魅力。中国的四季虽然各有不同，但都很美丽。下次来中国记得多带点衣服，记得查好天气预报，记得做好准备，多弄多弄。相信我，只要你愿意用心感受，你一定会爱上中国的气候，爱上中国这个美丽的国家，爱上中国的朋友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脱口秀就唠到这儿了啦，不知不觉就唠了这么多。咱今天没有搞那些干巴巴的罗列，就用唠嗑的劲儿算一算，讲一讲我们马来西亚人来中国旅游的那些是是非非，吐槽了我们被中国气候整惨的那些崩溃瞬间，也说了我们对中国的热爱。希望大家看完之后能对我们马来西亚人来中国旅游有一个更全面、更真实的了解，也希望中马两国的友谊能一直延续下去，越来越深。Very much 大家的聆听啦。最后再啰嗦一句，无论是我们马来西亚人还是中国人，都别被刻板印象困住，多出去走走，多认识一些不一样的人，多感受一些不一样的文化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比你想象中还要美好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，听懂掌声，下次再见啦！多弄多弄，记得常来串门哦。